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7月份会收获到怎样的好消息？你们会实现什么？你们可以期待什么？你们又会完成怎样的转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那么第1组牌，首先我们看到关于你们7月份的运势，我们抽到的是这张圣杯王牌啊，就是说圣杯王牌它象征的是一种流动着的、非常温和的能量。凡是温和的必然是可持续的，所以说你们整个7月份的这种状态是比较稳定的，会进入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当中。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很温和、很舒适的环境当中啊，整个人是一种非常松弛的状态。你们会告别动荡啊，警惕压迫会变得稳定且松弛啊。这种柔和和松弛会让你们的情绪很稳定啊，宠辱不惊的感觉。7月份它是一个很好的过渡的月份啊，稳定的执行你们的计划，重新找回你们的秩序和节奏。第2张牌呢，星币2啊。你们看起来是这种非常柔和的、松弛的，但是呢，7月份你们也会完成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啊。只不过呢，你们就是看起来很轻松，有一种带着镣铐起舞的感觉啊，小心翼翼的过独木桥。那结合这2张牌来看的话，你们在7月份会举重若轻的去完成一些在别人眼中非常棘手的、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呢，这张权杖骑士啊，我看到的是你们在7月份啊，无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都会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能够帮助你们事半功倍的去完成一些事情。这个支点呢，它是你们思想上的一个支点。你们把自己想象成为是一个圆规，那么思想就是你们的半径，去寻找那些不变的东西，然后坦然的以不变应万变。你们想一想，圆规它是怎么工作的？就是把你们的心定下来。圆规为什么能画圆？因为脚在走而心不变，只要你们的心一定下来，那很多问题啊，它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你们自然就会看到新的希望和曙光。那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3啊，在7月份的话，你们的前面有3个圣杯，这3个圣杯呢，应该是在7月份你们本来要做出一个选择，但是呢，当这个选择来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啊，在这个选择之外，可能有一条你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性会显化出来。就是在牌面当中这3个圣杯当中的中间的这个圣杯，你们可能以为有些事情的发展已经成为这样的一种定局啊，在你们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往往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选择，为你们的人生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且呢，圣杯3啊，在你们的身下有大量的黄金，意味的是7月份你们会有非常不错的这种金钱和财富方面的运势。可能说之前冻结的一部分钱呢，会重新归还到你们的手中。这张权杖9呢，你们在7月份的话，权杖9，你们在7月份的话，会确立一个新的目标吧？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会打破原有的目标，确立一个新的目标，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次战略上面的调整。而且呢，这个圣杯3呢，你们就是身下的这些资源呢，就是说你们有很多可用的、可以调度和分配的资源，能够让你们有机会去做出更多的尝试和改变。那么这个宝剑骑士呢，也是你们在7月份会有如神助啊，会有一股力量啊，找到你们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然后快速的完成一个突破和改变啊，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当中啊。宝剑骑士啊，你们的目标特别的清晰，你们会跟着自己的进度一步步的往前走，会沉浸式的投入其中，没有什么额外的干扰。而且这张世界牌呢，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会进入到一种类似于心流的状态当中啊，沉浸在一件事情当中，这反而会带给你们一种幸福感，特别强的显化力。7月份你们想要什么，那么你们的这种显化力就会让那些事情向你们靠近，会一点点的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合理的利用这种显化力去达成你们的目标啊，完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包括这张宝剑2，你们在7月份会得到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呢，会对你们接下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样东西能够保证你们接下来的发展呢更加顺利的进行，或者说这2把宝剑能够让你们披荆斩棘，突破某种阻碍和屏障。这张皇后牌呢，7月份你们会变得非常的有魅力，或者说你们的这种魅力来自于你们的自信啊。7月份你们的这种运势还是很旺的，会有一些人被你们的这种气场所吸引。7月份会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啊，或者说来到一个展示自己的场合当中，会有一些人看到你们，或者说主动来找你们，甚至有可能会不费吹灰之力的就遇到那个能够令你们心动的人。所以说你们整个人在7月份啊，这张女皇牌就是你们会散发着宝藏般的光芒啊，可能会成为行业当中与众不同的存在。就是7月份会有一个高光时刻到来啊，自身变得非常的精彩，甚至呢有一部分人啊，你们做的一些事情会因为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因为你们的存在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了。你们可能会觉得你们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种转变呢，它往往就发生在一瞬之间。7月份会有一个特殊的事情发生，让你们完成这样的一种蜕变。你们在经历的一些事情以后啊，你们会发现自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这张宝剑9啊，就是说你们在7月份会有一个令你们感到很纠结的事情会得到解决，你们会突然的释怀那些曾经日思夜想的人和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你们用执着烧死了所有的幼稚和任性，然后慢慢长出了这种理智和清醒啊。所以说7月份有人会主动来靠近你们，但是你们也会保持这种异常的冷静、清醒和克制，因为你们知道当下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圣杯7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在7月份会面临到很多的诱惑，但是7月份也是你们一个转运的时间节点。7月份你们的幸运数字就是7，你们要主动的去寻找7这个数字。然后呢，这张圣杯8，你们会义无反顾的往前走啊，可能会放弃一些你们现在当下依然很留恋的东西啊。你们知道前面有更好的风景，你们会在煎熬和纠结当中换一个环境，而且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和事在等着你们。你们会在一个混乱和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放空自己，会有不确定的事情会超出预期啊。这种空杯心态会帮助你们度过一种混沌的阶段，去拥抱那些不确定性和改变，因为那种混沌往往能够带来一个上升的阶梯啊。你们期待什么就来什么，恐惧什么也来什么。所以说你们的愿望呢，无论是好的坏的都会显化，你们期待的和恐惧的都会显化。那么这个时候7月份你们就要有意识的去专注那些正面的想法，因为那些正面的想法一旦能够给到你们正反馈，它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你们要让自己变成一朵不断盛开的绽放的花，不断的盛开和绽放，没有尽头。把时间和金钱都用来投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美、更优秀、更自信。7月份你们会达到自己最好的样子。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第二组牌呢，在7月份啊，这张权杖6，你们的一些无心的举动可能会帮助到一些人，而且呢，7月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老朋友啊和你们恢复联系。你们有很强的这种分享欲啊，会被一些人无条件的信任和依赖，因为你们在一个集体当中，你们的发言就是你们会变得很有话语权啊，别人做决策的时候会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或者说有一些人他们会把他们的秘密啊，或者说他们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分享给你们，然后让你们来帮他们做决定。那么这张宝剑10呢，它就象征的是你们会在7月份啊，可能如果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困境、进退两难的困境当中，那么你们会抓到一个救命稻草，帮助你们从这个困境当中解脱出来。其实你们在7月份之前，就是说你们的上半年啊，会有一种很明显的能量阻塞。这种能量阻塞呢，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没有彻底解决，你们深层次的执念没有放下，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需要释放，但是呢，又由于外部的环境啊，导致你们感觉自己非常的压抑。你们知道自己需要做出改变，必须做出改变，但是呢，却又迟迟没有行动。
就变成了一种能量阻塞的卡顿的状态。那么这张宝剑10呢，就意味的是你们在7月份会有一个深度的自我疗愈。而且呢，这个宝剑10它不仅仅关乎的是你们内在的状态，它也代表的是你们所焦虑的某件事情，它会出现一个峰回路转的可能性。你们可能在某件事情上也被卡住了，在某个关口不断的反复的徘徊。宝剑10的就是说你们即将要抓住的这根权杖能够帮助你们冲破那个瓶颈和卡顿的阶段，到达下一个篇章。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你们要花大把的时间去迷茫，然后用几个瞬间来成长。所以说7月份你们焦虑的那件事情，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包括这张宝剑骑士啊，当这个转机出现的时候，你们整个人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勇敢起来。这个宝剑骑士呢，我看到的其实是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啊，一种用行动力和自身的信念去化解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呢，7月份啊，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会有一种势不可挡、势如破竹的感觉，会一口气冲过那个瓶颈和阻碍，之前的积累或者说努力会看到成效。那么这张星币3呢，就是说7月份你们会参与到很多的讨论当中，而且呢，这个讨论是由你们发起的，你们在一个团队当中的意见或者说位置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你们会重新找到自己的那种定位啊，在一个团体当中的定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项目会启动啊，会整合一些资源，把你们擅长的东西分享出去，然后利用别人的资源加上你们自己所擅长的一些东西，更快速的去达到你们的目的啊，可能会涉及到一个3方的合作，会有一个新的项目启动啊，设立新的目标。7月份会有大量的沟通啊，你们要做好这种准备。包括这张圣杯3啊，你们在7月份会有一些聚会，来自于朋友和你们熟悉的人，大家聚在一起啊，可能你们之前一直都宅在家里边，有一点封闭自己的感觉，所以说7月份你们会重新打开自己啊，它是一个契机，可能会有很多人来主动联系你们，或者说有一个好消息啊，别人会向你们发来这种关心和问候，就是说你们是那种被动社交的那种能量状态，就是说你们并不抗拒这个社交和人际，但是有的时候你们就是懒得主动去参与啊。7月份会有一些人，你们身边的人，你们信任的人会推着你们参与到这种社交活动当中，可能也会因此而被动的去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啊。而且呢，这个皇后牌，你们在7月份的魅力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增加，你们会有意识的去投资自己，可能说在这种着装方面啊，也会更加用心，让自己变美啊，或者说改变自己对外呈现出来的这种风格和状态。而且呢，皇后牌意味的是你们所期待的一些好的结果啊，或者说整体的运势是在改善的，你们会在一些事情上面，或者说精神啊物质层面得到一种满足。而这张教皇牌呢，就是说7月份你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重新的获得这种平静，这种平静源自于你们非常投入的沉浸式的去做一些事情，可能说这种沉浸，你们会沉浸在这种创作带来的心流当中啊，或者说跟随一个老师，去从这种平静当中获得力量啊，做一个这种深度的心理疗愈啊，有某个精神导师能够给到你们非常多的这种启发和引导。这张宝剑7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身上可能有很多的秘密，或者说你们是一个人在负重前行的，你们在等一个机会去把自己释放，内心当中压抑的情绪和感受释放出来啊。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承受了很多在你们这个年纪不应该承受的一些责任啊。7月份你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勇敢的告别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状态，把自己身上的压力和负担卸下来，轻装上阵。你们可以不要活得那么沉重，让自己活得稍微随性一点啊，想到什么就去做，想吃什么就去吃，追随你们的心，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让你们的人生活得自在一点。那么这一张世界牌呢，你们可能7月份会去到一个海边吧，你们的周围会有很多的水元素，可能说也会接触到一些水象特质的人啊，他会给到你们一种疗愈啊，这种疗愈呢，本质上它是你们对自己的一种无条件的接纳和包容，不去攻击自己，接受完整和真实的自我，并且原谅自己或者说他人在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些伤害。是的，这个过程就是爱自己，爱自己就是疗愈自己的过程。
但是它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学习真正的爱自己啊，它是贯穿一生的课题。那么这张宝剑六呢，7月份你们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啊，整个人轻装上阵啊，做一个勇敢的告别，然后大踏步的往前走。包括这张星币五啊，就是说你们所坚持的一些事情啊，也能够看到希望和曙光。所以请你们记住啊，在前方永远有希望。在你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3样东西，它分别是希望、睡眠还有微笑。所以说你们经历的一切啊，过往的一切都会变成滋养你们成长的养料。不要觉得很多事情你们已经来不及了，你们正处在自己的黄金时代啊。所以说你们想做什么事情都完全来得及，在你们的时区当中，命运为你们安排好的一切都会准时到来。这张权杖王后呢，我看到的是一种笃定啊，从容的笃定，优雅，你们确信你们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你们在7月份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而你们就是你们人生当中，你们人生剧本当中那个绝对的主角，你们完全可以主导自己命运的剧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我们抽到第1张牌圣杯8。你们在7月份呢，可能终于有这样的一种能够安静的待在自己世界里边的这种感觉了。没有人来烦你们，就是享受当下的一种独立的空间和时间，没有人来打扰你们，你们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其实你们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自己的这种个人的空间的。所以说在7月份，其实你们的关键词还是来自于拒绝，主动的去拒绝一些社交，尤其是那些无效的社交，拒绝一些人来消耗你们，拒绝一些人来侵犯你们的边界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其实挺好的，会有大块的时间去学习，去腾出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这张宝剑9还有这张圣杯5，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还沉浸在一些令你们感到伤痛的这种过去的回忆当中啊。而且呢，就是说你们整个人一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触碰那些令人感伤的回忆的边缘啊。失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去接受，没有勇气重新开始。所以说你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边缘当中反复的徘徊啊，行走在崩溃的边缘当中，不断的自我疗愈。7月份的话，你们会从这种不断重复和循环的这种回忆当中解脱出来。你们可能会把自己的这种焦虑、浮躁、恐惧都写下来。当你们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写下来的时候，你们整个人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以说7月份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会感受到这种稳定和重复带来的一种幸福。这种稳定和重复呢，它象征的是一种重复的生活。因为本质上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啊，我们不停的对新鲜事物、对轻盈的那些轻盈的愉快的东西有着这种天生的向往，但是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和吸引力的东西呢，其实当我们静下心来回望啊，或者说向内看，我们内心当中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那种平和安稳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种日常的生活，渴望被理解、被认可、被包容、被接纳，这些东西只有身边熟悉的人他们的陪伴的积累才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所以说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啊，把自己活得具体一点。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一张正义牌呢，7月份的你们啊，理智又清醒，爱憎分明，当机立断，所有的事情都在你们的掌控当中啊。这个正义牌呢，这个宝剑女皇散发出来的是一种优雅和从容啊，一切尽在掌握，正义给我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啊。而且呢，这个正义牌女皇手上的宝剑代表的是你们的思路会非常的清晰，特别有条理和规划。你们会在7月份把控自己的时间啊，做好时间管理，你们的承诺会兑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所以说这张星币6呢，7月份可能你们会有在金钱上面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支出啊、开销啊、冲动消费。星币6的话呢，7月份会有一些人来找你们借钱，
这组牌的话呢，如果说有人找你们借钱的话，你们要记住一个原则，那就是救急不救穷。如果不是那种特别紧急的借钱的话，其实不建议大家把这个钱轻易的借出去啊。那么这张圣杯八呢，你们在7月份啊，你们的这种行动力和效率会变得尤其的高。就是为什么说你们7月份可能会很忙碌，但是依然能够腾出大把的时间和空间，就是因为你们的效率特别高，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做，会一口气把之前堆积的事情全部都处理掉。而且呢，权杖八也说明你们整个人呢就是那种行动效率很高，整个人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说到做到。而且呢，这张圣杯六啊，7月份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在别人看来很幼稚的事情啊，会有一个人陪在你们的身边，去和你们一起完成小时候的某种梦想。那么成熟的标志呢，其实它不是走向复杂，而是能够重新抵达某种天真。所以说7月份你们做起来的那些看起来很幼稚的事情呢，能够让你们获得那种更简单、更纯粹的、没有杂质的快乐，重新变成小孩子。而且呢，可能说在接下来就是说7月份会有一个来自于你们幼时的朋友重新和你们取得联系，你们会一起回忆小时候的那些趣事啊，让你们暂时的从这种繁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解脱出来。这张权杖七，7月份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个人会挡在你们的面前，帮助你们去处理很多棘手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个人会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帮助你们去分担一些你们肩上的压力。工作和学习上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带着你们往前走，就是有这个人在前面披荆斩棘啊，你们会完成那些看似无法完成的目标啊，在7月份。那么这张圣杯七呢，你们在7月份会直面自己的恐惧啊，也直面那些你们一直逃避着的课题，回归自己啊，才能够摆脱恐惧啊。唯有把自己变成一束光，才能够拯救自己内心当中那个受伤又恐惧的内在的小孩。如果你们在迷雾当中找不到方向的话，那么干脆就把自己变成灯塔，让别人来找到你们。那我们抽到了这张 The Empress 女皇，还有这个圣杯女皇，这两张牌呢，它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们在7月份会变得非常的受欢迎，无论是女皇还是圣杯女皇，它都是和美有关的啊，你们会展示出那种阴柔的一面啊，而这种温和的能量呢，会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啊。你们在这种能量的加持下，很多的事情的推进它都会变得异常的顺利，很多事情不用你们自己完成，因为你们所展示出来的这种温柔的能量，会有一些人能够心甘情愿的帮助你们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在7月份啊，你们整个人会呈现出一种很有亲和力的感觉，就是会让别人感受到你们的这种很温和的能量，会不由自主的想要靠近你们。你们的外在呢是这个圣杯女皇，但是你们的内在呢是这个宝剑女皇，代表的正义，就是说外柔内刚，恰恰是因为你们的内心很强大，才能够生发出这种体恤式的温柔啊。所以说7月份的你们呢，就是佛系又坚毅，会变得很松弛，会接纳自己的全部，这样反而会让你们整个人呢变得非常的，就是会给人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因为你们完全的接纳了自己，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非常非常的有魅力。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